面对中国经济的寒冬，餐饮业可谓首当其冲。2024年的春天没有为中国餐饮业带来暖阳高照，反而笼罩着冰冷的寒流。最新的统计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高达 45.9 万家餐饮相关企业在大陆遭到注销吊销，与去年同期相比暴增了 232.6%。在这片萧条景象中，连一些知名老牌的头部企业也未能幸免。寒冬摧残，暮鼓已经敲响。北京的一家新式中餐厅老板娄先生说：“没人，真的没人，人到底都去哪儿了？”他无助地环视着冷冷清清的店内，过去这里常常是座无虚席，去年比前年差，今年又比去年差，3月底更是创下了历史新低，营业额直接归零。娄先生绝不是个例。今年1月，全国有 16.7 万家餐饮企业关门歇业，2月略有回暖，但3月又暴增至18万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像娄先生一样的餐饮从业者陷入绝境。餐饮老板分析称，今年第一季度已进入高速汰换期，失去发展力的企业只能被残酷现实抛下。餐饮寒冬之下，即便是当红炙手可热的知名品牌也不胜饶。曾经月入250万、年营收过3000万的趁烧烧烤连锁，如今败落至多地关店，业务收缩的田地。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濒临绝境的企业中，不乏知名老牌餐饮集团。2大新派中式点心品牌虎头菊和陌陌出人意料的分别申请破产清算和直接注销公司，呷哺、奈雪等头部集团旗下副牌纷纷关停门店。顶奢概念不在，消费者归于理性。这其中消费习惯的转变或是一个关键原因。疫情影响加之经济持续低迷，令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大幅缩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节中缩手，选择所谓的穷鬼套餐度日。有分析称，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务实，品牌包装和网红效应不再是值得炫耀的事。这正面临着餐饮业长期以来讲究面子工程、追捧高大上的传统做法。收入的大幅缩水，无疑直接影响了餐饮消费，很多餐馆、食肆的生意一落千丈。吉林一家烧烤店老板无奈地说：“先前亏本还能赚吆喝，现在亏本连吆喝都赚不到了。”大部分最后的命运就是把仅存的钱折腾光，甚至负债。这家老板口中的亏本赚吆喝，正是中国餐饮业过去的常态。然而如今，大环境的转折让这些做派行不通了。面对日益精打细算的消费者在鼓吹噱头、过度包装，难逃门可罗雀的下场。穷鬼套餐的兴起就是一个生动写照。在小红书等平台，涵盖了3元自助吃到饱、肯德基19.9元套餐、10块面食套餐等内容的穷鬼套餐攻略，从2023年下半年每天2366次赞，到2024年3月中旬激增至每天5799次赞，最近半个月更是飙升至8265次赞的程度。这种火爆程度正反映了消费者勒紧裤腰带的普遍心态。一份典型的穷鬼套餐食谱是：早上3元吃自助吃到饱，午餐19.9元肯德基套餐，下午9.9元喝杯咖啡醒神，晚餐10元便利店面食，晚上8点半后去超市捡漏打折食品。看着就让人肠子悲凉。创业潮退去，倒闭潮水上涨，在餐饮人继续创业的动力也在减弱。2024年1至3月，新注册餐饮企业为 47.5 万家，但环比下降幅度之大引人注目。1月为 21.7 万家，2月为 11.6 万家，环比减少 46.5%。3月中旬时仅 14.2 万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关闭的餐饮企业数量持续居高不下。1月 16.2 万家，2月 9.2 万家，环比下降 43%。
3月中旬 3.6 万家。这种水涨船高的倒闭潮已经成为常态，很多新开的小店根本扛不住租金、人工等固定成本的沉重负担，加上大品牌猛烈夺客，纷纷被淘汰出局。曾几何时，餐饮业还是一块热土，许多人对此怀揣着创业梦想。然而现在，越来越多餐饮老板发出了早关店、早止损的绝望呼声，生机黯然，前景堪忧。这不仅是头部企业和中小店铺的困境，也直接威胁到餐饮从业人员的生计。湖南一家快餐店老板每月要支付5500元房租和2500元水电费，但工作日的营收只有800元上下。门店4名员工常常一无所做，只能聚在一起刷手机打发时间。渐渐的，餐饮街上骑手们也变得闲散，无单可送，而街上关门的店铺与日俱增。在一家火锅店，那曾经还需要长时间排队才能等到位置的店面，如今一天也难见几桌客人，营收只有区区几百元。即便是做多年周边邻里生意的老字号，日均营收也较去年同期锐减近 40%， 老板感叹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类似的凄凉景象在商场里的餐饮层也正上演着。几家赫赫有名的连锁品牌门口拥有长龙，而其他餐厅则冷冷清清，最高也就 20% 的上座率。消费者来了又走，只为买点奶茶和快餐就离开了。深层次的经济低迷带来的是餐饮从业者普遍陷入生活瓶颈，收入锐减，开支剧增，许多人已经入不敷出。这个行业对于大多数从业者而言，恐将再难承载生存之重。展望未来，难现转机。那么何时是个头？很多餐饮老板无能为力地发问，这个难熬的时期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专家分析称，目前正呈现出脉冲式消费现状，节假日人们会高消费，但日常生活却越发理性保守。同时，两极分化也在加剧，头部连锁餐饮企业还能摄取一些流量，中小店铺却备受冷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餐饮业的寒冬或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大多数餐饮从业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正面临着艰难的生存考验。赤裸裸的现实是，大量餐饮企业将陆续关门歇业，餐饮从业人员也将面临裁员、减薪甚至失业的风险。那些曾经的创业梦想，如今正在无情的经济寒流中慢慢冻结破灭。许多小本经营的餐饮老板，恐怕将看着自己仅存的积蓄和借债被一点点消耗殆尽，最终在债台高筑和生活窘迫的双重压力下，再无其他出路。负债累累，生活陷入困境，这将是无数餐饮小老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写照。即便是一些规模较大、品牌知名度较高的连锁餐饮企业，也将面临巨大的考验。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削减开支，优化供应链，缩小业务规模，以维持在这个寒冬中的生存。关闭部分门店、裁员减薪、压低进货价格等舍居保帅之计，都将成为不得不采取的自救措施。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餐饮企业将陷入一场恶性循环的漩涡。为了维持现金流，他们不得不拼命压低成本，从而影响了菜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这将进一步加剧顾客的流失，进而带来收入的下降。最终，破产倒闭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整个餐饮行业正在步入一个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就像一块顺势而下的多米诺骨牌，推其一点，终将全军覆没。一旦开始崩盘，那潮水般的倒闭潮将再也无法止住。那些熙攘的餐饮街，曾经香气四溢、生机勃勃的店面，未来可能只剩下一排排破败的门面，成为这个时代残酷寒冬的一个见证。长期以来，餐饮业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
也是人们社交生活的重要场所。一旦萧条，那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影响和损失。